咱们频道健康之道的许多老朋友，尤其是辛苦一辈子，现在想安心养老的各位，近来心里可能总有些不踏实。这种不安，往往不是因为身体病痛或儿女不孝，反倒是日子安稳了，更在意手上的养老本。一开电视，一去遛弯，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在意的消息，哪家老牌银行遇到情况，哪家机构取款流程调整，这些财经信息其实也关系着咱们的积蓄到底放哪儿更稳当，怎样才能每晚睡个安稳觉。咱们这代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可能是备用钱，也可能是给孙辈的心意钱。以前总觉得存进银行，锁好存折就稳妥了，可如今听到各种信息，难免会多想。业内人士分析，金融领域面临一些挑战，有观点认为部分银行面临压力，更有些评估指出一些银行的评级有所调整。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如今许多大城市办公楼空置率不低，背后牵连着商业房地产贷款的相关考量，这些贷款情况需要关注。所以到了这时候，咱们最在意的可能不该是利率多 0.1%、0.2%， 而是本金的安全。我们需要了解，如果银行遇到情况，我们的养老钱该怎么办？今天老蔡就用大白话帮大家梳理一下。根据一些公开分析和市场观点，全美国受到较多认可的银行可能为数不多，除了这几家，其他机构我们都需要多了解，在做决定时要谨慎考虑。您辛苦攒下的不是数字，是晚年的安稳和尊严，守住它比什么都重要。在正式提到这几家银行的名字之前，老蔡必须先帮大家理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观念。很多人觉着怕啥，反正银行都有存款保险，只要我在每家银行存的钱不超过25万美元保险赔付上限，那存哪家不都一样吗？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可能需要更全面的看待。没错，万一银行遇到问题，存款保险确实会按规定赔付，但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想过，从银行出现问题到你真正拿到赔付，这中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根据以往的情况，这个过程可能是1个礼拜，也可能更长。对于咱们这种每个月要按时付水电、煤气费，要买菜做饭，要定期去医院拿药，还要交房产税和各种账单的普通人来说，资金暂时无法动用，可能会带来不便。这就好比咱家里的自来水管需要维修，暂时断水了，维修公司虽然跟你保证会修好，也会处理相关事宜，但在修好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上可能会有些麻烦。这种实际的不便是咱们需要考虑的。咱们活到这个岁数，求的就是个安稳顺遂，谁也不想在临老的时候还要去经历这种周转上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市场经验丰富的投资者的思路。巴菲特先生看银行看了很多年，他经历过的经济周期很多，他考量银行的时候会关注这家银行是否足够审慎，看这家银行的管理层是不是注重长期稳健经营，银行业务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把钱交给一家银行，那家银行的经营策略过于激进，追求短期利益，那这家银行的稳定性就值得观察。银行的基本业务模式是把存款集中起来，然后借给需要资金的人或企业赚取利差。但这中间需要关注的是，银行是否为了追求更高收益而将资金投向还款能力存疑的项目，比如一些空置率较高的商业地产。真正经营稳健的银行，他们在市场好的时候也不会盲目扩张，手里通常会保持充足的资本储备，这个资本储备就是常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这道理其实很简单，这就好比咱们家里无论何时都要留一笔应急金一样。通常来说，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哪怕监管的最低要求较低，那些真正稳当的银行也会坚持保留更多的缓冲资本。这种多出来的缓冲空间，就是为了防备经济环境出现波动。大家要知道，银行今天放出去的贷款，可能要过好几年才能完全收回。那些几年前看起来前景不错的商业项目，一旦遇到经济环境变化，价值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波及银行的资产质量。真正重视长期经营的银行管理层，他们心里会记得，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漫长的经营周期里，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都能确保银行稳健运行，保障储户的资金安全。那么咱们要怎么在众多美国银行里
了解哪些银行更为稳健呢？老蔡给大家总结几个简单的参考方向，大家听一遍肯定就能明白。第一个方向也是比较硬的指标，就是看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情况，核心资本充足率。那些公认稳健的银行，这个比例通常都较高，这意味着他们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较强。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看这家银行在商业房地产领域的风险敞口是否过大。去年有几家银行遇到困难，部分原因就是商业地产领域的贷款占比较高，而那些更为审慎的银行，这方面的风险都控制得比较严格，业务分布相对均衡。第三，要看存款的稳定性，这其实就是看这家银行的客户基础。简单讲，就是这家银行的客户是像咱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普通家庭多，还是那些对利率极度敏感、资金流动频繁的大型机构多。咱们老百姓存钱是为了过日子，图个安全，这种资金相对稳定，是银行资金的稳定器。据了解，那些基本面扎实的银行，在去年银行业波动的时候，资金状况相对平稳，甚至吸引了更多寻求安全的资金流入。这就好比一家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字号，不管市场如何变化，他的老主顾总是信任他，这就是长期积累的信誉。最后一点，也是最容易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家银行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有的银行追求规模快速扩张和市场份额，这种模式在顺境中发展快，但也可能伴随较高的风险。而有的银行，他们坚持的是一种审慎、稳健的经营哲学，不符合标准的业务，利息给的再高也不做，没把握的投资，诱惑再大也绝对不参与。这种稳健的作风在平时可能显得不那么突出，但一旦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他们往往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好了，说了这么多，大家心里肯定都在想，老蔡，你快点告诉我们你参考的是哪几家银行吧。别急，我这就一家一家给大家介绍一下。排在第一的这家规模很大，也受到一些资深投资者的关注，这就是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这家银行能做到美国领先，有其原因。他的 CEO 杰米戴蒙以审慎的管理风格著称，他曾表示过倾向于保守经营的思路。这句话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去年的地区银行波动中有所体现。当市场出现压力时，摩根大通往往资本状况较为充裕，它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长期维持在显著高于监管要求的水平，这种资本厚度是其实力的体现。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系统重要性很高，它的网点多，服务相对完善。紧随其后的第二家，大家听名字一定也非常耳熟，就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它非常贴近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些长期投资者持有这家银行的股票很多年。事实上，美国银行拥有巨量的存款，而且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个人零售存款，这种存款基础非常广泛和稳定。他们在发放贷款时审核严格，大家可能注意到，每当市场出现波动时，一些资金会流向美国银行，因为它被市场视为重要的金融机构。第三家银行是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可能有的朋友记得，前几年这家银行出过一些合规问题，比如有员工在未经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开立账户，但是一个需要了解的背景是，恰恰是因为它以前出现过问题，受到了监管机构的严格处罚和持续监督，监管层对其业务扩张有明确的限制。这对于储户来说，意味着这家银行目前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其业务扩张和风险承担受到约束。近几年，富国银行在调整业务、补充资本、降低风险，它的资产负债表目前比较扎实，不良贷款率在改善，它正在努力提升其管理。第四家银行，它的经营模式比较特别，它就是嘉信理财 Charles Schwab。很多平时接触投资理财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它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街头银行，而是一家以证券经纪业务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机构。存进嘉信理财账户里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客户用于投资的闲置现金。这种资金其实目的性很强，客户主要是为了交易和投资的便利性，对短期利率波动的敏感性相对较低。这种特性保证了他的资金不会突然大规模变动，流动性比较稳定。而且
嘉信理财在资金管理方面有一套成熟的体系。如果你在嘉信理财同时拥有投资账户和银行账户，你能享受到不同层面的保障，不仅受到银行部门的存款保险保护，还受到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SIPC 对于证券资产的保护。这种结构让它在去年的行业波动中，客户资金保持稳定。对于那些希望把存款和投资结合起来管理，又特别看重安全性的朋友来说，嘉信理财是一个值得了解的选项。第5家叫做美国合众银行 US Bancorp， 它的名字跟前面提到的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有点像，但这是2家完全不同的银行。美国合众银行是一家有特色的地区性银行，在金融圈里，它长期以来都以稳健和审慎而著称。这里的稳健和审慎在需要关注风险的时候是重要的特点。这家银行业务模式相对传统，不涉足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也不盲目追求高速增长。它主要服务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普通家庭、小企业主和小商家。它的名气可能没有前面几家那么大，但其实力受到认可。它的存款结构健康，大部分是个人储蓄，基础稳固。它的管理层以谨慎出名，这种经营风格让它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的经济周期中表现稳定。而且它的房地产贷款也主要分布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健的中西部各州。对于那些喜欢地方银行服务但又非常在意安全性的朋友来说，这家银行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这时候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老蔡，那像花旗集团 Citigroup、高盛 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这些经常上财经新闻的银行，为什么没在你提到的这几家里呢？这些银行确实也都是大型机构，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业务结构比较综合。他们不仅仅做普通存贷款业务，更主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银行、交易等业务。这就好比一个技艺全面的厨师，他不仅会做家常菜，也擅长处理各种复杂菜品。虽然实力很强，但业务范围更广，面对的市场因素也更复杂。对于我们50岁到70岁追求的是稳健，不想让自己的养老钱参与复杂波动的朋友来说，清晰、稳健可能是更优先的考虑。花旗集团过去面临过一些内部管理的讨论，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他们的核心业务侧重于服务特定客户群体，从服务的侧重到业务模式与前面提到的5家银行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咱们就想喝一碗软烂养胃的小米粥，可以选择更适合的餐馆。所以老蔡给大家的具体建议是，今天听完之后可以找个时间把家里的存折、银行卡、对账单都梳理一下，看看自己的资金放在哪些机构。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主要资金放在某家你不太了解，或者感觉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机构里，而且金额还不小，那你真的需要仔细了解一下。即使是上面提到的这几家大银行，我们也应该了解分散配置这个基本的理财概念。老话说得好，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值得参考，合理分散，万一某个领域有波动，咱们也不至于受到影响。现在的首要原则非常简单，绝对不要单纯为了那一点高息而做决定。有些机构，特别是某些中小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可能会开出比大银行稍高的利息，听起来比较吸引人，对不对？但大家一定要静下心来，多问自己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能给出这样的利息？是不是因为他有特殊的资金需求，还是说他的经营模式本身可能就有所不同？咱们这年纪的人经验丰富，一定要时刻记得，本金的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那点利息是额外的部分，有当然好，没有也别强求，千万不要为了追求一点收益而忽略了资金安全，那才是得不偿失。大家如果对自己的银行想有更多了解，也可以自己动手查询一些公开信息，可以让儿女帮帮忙，或者请年轻人教一下。登录你存款银行的官方网站，找到投资者关系 Investor Relations 这个页面，去看看他们最新发布的季度或年度财务报告。报告里很多专业术语和数据咱们可能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学会找其中一个关键数字就行，那就是普通股一级资本充足率 CETE ratio。在目前的环境下，
只要这家银行的这个数字能长期稳定在 10% 以上，通常说明它的资本比较充足，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反之，如果这个数字偏低，或者你看到它商业房地产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那这就是一个需要你进一步关注的方面了。一旦觉得不放心，可以考虑调整。现在的经济环境变化较快，全球存在不确定性，没有机构能保证永远一帆风顺。我们要学习的是那种对市场永怀敬畏、注重本金安全的心态，宁愿收益稍低，也要确保资金稳妥。这种守住根本的考虑，能让我们在变化中保持平稳。保护养老前需养成长期习惯，定期关注银行动态，留意管理层变动、相关新闻或监管信息。这点精力比起资金出现问题时的麻烦是非常值得的。除了选择稳健的银行，还可考虑配置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它以国家信用为支持，对于需要绝对安全的资金，配置部分国库券是一个选择。在变化中，总是提前有所准备的人更能应对，不要等到情况发生时才行动。趁现在可以检查一下家庭资产安排，若存款机构让你不放心，就应考虑调整。这一番打理换来的是长久的安心。咱们辛苦一辈子，最后的积蓄需要认真对待，不要因小利或怕麻烦而忽视了根本。核心原则是把钱放在能让你安心的地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经验，互相交流。在这个时代，咱们互相提醒，一起守好辛苦攒下的钱，保重身体，也理好财务。下次再见。